劉宇寧這波反差感真的太絕了。開始推理巴士古風路透一出來，他被嚇到貓爪開花的畫面直接萌翻全網。誰能想到，一個身高接近1.9米，舞台上氣場十足的大高個，下一秒竟然會被 NPC 嚇到縮成一團，雙手像小貓炸毛一樣瞬間打開。更有意思的是，外界總有人拿古裝醜男這種標籤炒他，可現實卻是36歲的劉宇寧不僅沒有被這些聲音拖下去，反而在影視、音樂、綜藝3條賽道上越跑越穩，熱度一波接一波，資源更是越來越硬。家人們，這段時間內與討論度最高的幾個話題裡，劉宇寧幾乎是躲不開的名字。一邊是開始推理巴士古風本錄制現場流出的路透，讓大家看到了他又慫又可愛的綜藝反應；另一邊，關於他為什麼能從街頭駐唱一路走到現在，為什麼被爭議包圍卻仍然越來越紅，也再次成了網友熱議的焦點。明明出身不是傳統意義上的科班路線，明明顏值一直被放在放大鏡下挑剔，可偏偏他就是能把事業盤越做越大，這才是真正讓人好奇的地方。2026年6月19日，開始推理巴士古風本路透曝光後，短短幾天內相關話題就不斷升溫，從6月19日到6月21日，熱度幾乎沒有掉下來。刷到視頻的人很難不被劉宇寧的反差感擊中，很多網友表示本來只是隨手點進去看一眼，結果一遍不夠，又忍不住反覆循環。這個名場面之所以能出圈，不是因為刻意設計了多麼誇張的橋段，而是因為劉宇寧的反應太真實、太自然，完全不像提前安排好的營業賣萌。先來復盤一下當時的畫面。錄制現場，劉宇寧穿着一身墨色古風長袍，腰間還有紅色髮帶作為點綴，整個人站在那裡就很有古裝氛圍。安靜搜證時，他眉眼之間帶着一種清冷感，氣質乾淨又疏離，很像從水墨畫裡走出來的貴公子。不少粉絲看到這套造型後，立刻想起了《一念關山》裡的寧遠舟，那種沉穩、俠氣、帶一點破碎感的古裝味道，一下子就把觀眾拉回了當時追劇的記憶裡。可誰也沒想到，上一秒還沉浸在古風氛圍裡的劉宇寧，下一秒就被 NPC 突然襲擊，嚇得原地破功。NPC 從角落裡衝出來的瞬間，他的身體反應明顯比腦子更快，整個人本能地往裡一縮。那一刻完全沒有偶像包袱，也沒有刻意控制表情，眼睛一下子睜大，臉上寫滿了懵和驚慌。最出圈的就是他的雙手動作，先是10根手指下意識蜷起來，緊接着又猛地張開，手掌還帶了一點彎曲，特別像家裡小貓突然被嚇到時爪子炸開的樣子。於是網友給這個動作起了一個特別貼切的名字——貓爪開花。不得不說，這個形容真的太精準了。劉宇寧明明是高高大大的男生，卻在受驚那一刻變成了炸毛小貓，這種視覺反差實在太強。更好笑的是，等驚嚇過去以後，他還帶着一點不好意思，輕輕搖頭掩飾尷尬，然後迅速轉身躲到一邊，仿佛想把剛才的慌張反應藏起來。可越是這樣彆扭，越讓人覺得真實可愛。現場嘉賓的反應也給這段名場面增加了不少笑點。張凌赫站在一旁看得非常開心，當場就模仿起劉宇寧剛刚貓爪開花的動作，還對着他反復複刻，畫面又好笑又自然。丁程鑫膽子也不算大，一遇到嚇人的環節就往劉宇寧身後躲，把188.5厘米的劉宇寧當成移动安全牆。金靖更是直接喊話節目組，表示這段一定要完整剪進正片裡，千萬別刪。只能說，連現場嘉賓都知道，這種真實反應不放出來，觀眾真的會遺憾。這段路透能迅速發酵，最關鍵的地方就在於反差2個字。第一層反差是劉宇寧的身高和膽量完全不在一個頻道上。綜藝裡官方標注他身高接近189厘米，平時舞台上只要一站出來，就有很強的存在感和壓迫感。可是到了恐怖推理、NPC 突襲這種環節，他卻立刻變成了全網調侃的膽小大貓。網友玩梗說他身高快1.9米，膽子只有2厘米，甚至還有人說他的膽子大概全長到腿上去了。而劉宇寧最有趣的地方是嘴上經常硬撐，他在直播或者採訪裡總會說自己現在已經看淡生死，不怎麼怕恐怖環節了。
可一到實際錄製，身體永遠比嘴巴誠實。道具蛇，突然響起的音效，暗處竄出來的 NPC， 隨便哪一個都能讓他瞬間進入應激狀態。明明嘴上說不怕，下一秒身體就縮成一團。這種嘴硬但膽小的矛盾感，簡直自帶綜藝效果。觀眾看了不僅不反感，反而越看越上頭。第二層反差是他沒有那種刻意包裝出來的可愛。現在不少綜藝裡，藝人會提前設計人設，什麼時候賣萌，什麼時候反應誇張，都帶着明顯的表演痕跡。但劉宇寧這次被嚇到的狀態，完全是本能反應。一個東北大高個，被 NPC 嚇到之後，第一反應不是耍帥，也不是維持形象，而是縮成小小一團，之後還要假裝淡定。這種不端着、不裝完美的真實感，反倒讓很多路人覺得特別舒服。第三層反差是他雖然膽小，卻並不掉鏈子。別看劉宇寧一遇到嚇人環節就慌，但該完成的錄製任務他從來不逃。搜證、推理、配合流程，他都認真參與，不會因為害怕就偷懶或者划水。被 NPC 嚇到之後，他還會順手幫工作人員整理道具，細節裡能看出他的溫柔。組隊推理的時候，他也會主動站到比較靠前的位置，護着身邊的嘉賓。遇到突發情況，他第一反應還是上前確認，而不是只顧自己躲。所以網友說他又慫又 man， 這評價其實一點都不矛盾。路透發酵之後，全網很快開啟了貓速劉宇寧的二創狂歡。粉絲把他貓爪開花的瞬間截成動圖，配上炸毛咪隊、受驚小寧貓等名字，在微博、抖音、小紅書等平台到處傳播。還有網友拿自家貓咪被嚇到實炸毛的照片、視頻和劉宇寧的動作做對比，結果越看越像。評論區裡全是這不就是貓本貓嗎？一模一樣。實錘本體是小貓，這麼大一隻貓也太可愛了。各種玩梗金句也跟着刷屏。有人說，看起来最有安全感的男人，進鬼屋的時候可能會和你一起尖叫。有人說，他明明有接近1.9米的身高，卻像一隻突然被嚇到的巨型貓咪。還有人調侃，別人上開始推理吧，是來推理探案的，劉宇寧像是來原地跳格子的，一驚一乍，蹦蹦跳跳，偏偏還不讓人討厭，能夠讓路人願意反覆刷，主動玩梗，這就是綜藝名場面的傳播力。更巧的是，這段古風路透還順便帶動了另一個話題，劉宇寧的古裝造型，墨色長袍加紅色髮帶，讓不少觀眾夢回一念關山裡的寧遠舟。那種清冷、沉穩、帶俠氣的氣質，再加上被嚇到之後的可愛反應，形成了雙重熱度。一邊是古裝氛圍感，一邊是綜藝反差萌，兩個話題疊在一起，討論度自然越滾越大。不過，劉宇寧的熱度從來不是只有可愛路透這一面，圍繞他的爭議其實一直沒有斷過。尤其是古裝造型，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人拿他的長相說是把古裝醜男這種標籤反覆貼到他身上。可現實很有意思，外界質疑越多，他的事業反而越往上走。36歲的劉宇寧沒有因為這些聲音停下腳步，反而在2026年迎來多線爆發，影視、音樂、綜藝全面開花。他的經歷本身就不是傳統娛樂圈男主模板。劉宇寧不是從小被包裝出來的偶像，也不是科班演員出身。他讀過職高烹飪專業，早年做過廚師、服務員，也擺過攤。2014年，他和樂隊夥伴在丹東安東老街駐唱，靠街頭直播一點點積累觀眾。整整幾年，風吹日曬，寒來暑往，他就是這麼一點點唱出來的。2018年，他因為翻唱走紅網絡，從草根歌手開始被更多人看見。沒有強大的背景，也沒有一開始就被資源包圍，他靠的是自己一步一步往前挪。到了2026年，劉宇寧手裡的成績已經很難被簡單一句運氣好概括。音樂方面，他成為首位獨唱2026年 FIFA 世界杯可口可樂中文主題曲 Jump 的中國歌手，這個資源本身就足夠有分量。歌曲把國風樂器和搖滾唱腔融合在一起，上線後也拿到了很高的關注度。除此之外，他還和宋雨琦合作獻唱上海迪士尼度假區10周年主題曲《奇妙在身邊》。這類國際文旅 IP 合作，
說明她在音樂市場的認可度已經不只停留在粉圈內部。更不用說，她累計演唱的影視 OST 已經超過220首。很多觀眾未必一開始就是她的粉絲，但一定在某部劇裡聽過她的聲音。有人調侃她是影視劇愛情保安，因為一到關鍵情緒戲，總能聽到她的 OST 出現。這樣的路人聽眾基礎是她最穩定的底盤之一。別人可能靠一部劇或者一次綜藝出圈，但劉宇寧的聲音是通過一首又一首 OST 慢慢滲進觀眾記憶裡的。線下演唱會方面，劉宇寧的熱度也很實在。個人2巡演唱會開票後迅速售罄，線下場館幾乎場場爆滿。更讓很多人佩服的是，他連續6年自費舉辦免費的線上康乃馨音樂節。這個音樂節不收打賞，不插廣告，不帶貨，也不靠粉絲消費變現。樂隊、舞美、場地等成本都由他自己承擔，單場費用並不低。直播時，他全程開麥，一唱就是20多首歌，最高觀看量突破7000萬人次。能堅持這麼多年，不是靠一時興起，而是真的把回饋觀眾當成了認真要做的事。影視方面，劉宇寧也沒有一直待在舒適區。他早期因為古裝劇被熟知，但現在已經開始主動嘗試更現實、更硬朗的題材。比如主演掃黑刑偵劇《鐵證》時，為了貼近刑警高原這個角色，他減重15斤，放下古裝裡的貴氣濾鏡，轉向更接地氣的基層警察形象。素顏、工裝、黝黑皮膚、硬朗狀態，這和觀眾熟悉的古裝劉宇寧完全不是一個路數。敢這樣轉型，說明他並不滿足於只吃一種角色紅利。此前他主演的《一念關山》《折腰》《珠簾玉幕》《書卷一夢》等作品，也在不同平台拿到了不錯的熱度成績。儘管關於他古裝顏值的爭論從沒停過，但劇集播放數據、話題討論度、角色傳播度都擺在那裡。觀眾嘴上可能會爭論審美，但作品成績不會騙人。能讓觀眾願意追劇、願意討論角色，本身就證明他不是只有爭議沒有市場。很多人不理解，既然劉宇寧不是傳統審美裡的精緻古裝美男，為什麼資方還願意不斷給他機會？其實答案很簡單，他身上有現在內娛越來越稀缺的東西，辨識度和真實感。近幾年古裝劇裡出現了太多流水線式的精緻男主，統一的濾鏡，相似的妝造，差不多的表情管理，看久了觀眾自然會疲勞。劉宇寧不是那種毫無瑕疵的模板臉，反而因為草根出身和網紅經歷，身上有一種不那麼精緻但很鮮活的勁兒。這種真實感有時比完美更容易留住人。就像《鐵證》裡的刑警角色，劉宇寧褪去華麗服裝之後，反而呈現出另一種新鮮感。觀眾看多了端着的帥哥，突然看到一個帶着生活痕跡、接地氣、有粗礪感的角色，反而會覺得有衝擊力。未來的市場未必只需要一張漂亮臉，反而會更看重演員能不能讓角色站住，能不能讓觀眾相信他就是那個人。還有一點是劉宇寧被影視方看中的重要原因，他不只是演员，還是歌手。對一部影視作品來說，這幾乎等於多了一層宣傳保險。他有大量 OST 積累，有直播流量，有穩定粉絲盤，也有一定路人聽眾基礎。劇集播出時，如果關鍵情緒片段配上他本人演唱的主題曲，傳播效果會比普通 OST 更強。再加上他直播裡隨口聊幾句作品，就可能帶動不少觀眾去追劇。這種自帶宣發能力的藝人，對於片方來說當然有吸引力。說得通俗一點，別的劇組開播後還要到處找熱度、買話題、鋪短視頻，而劉宇寧參演的作品在開播前就已經帶着一部分觀眾基礎。他的歌迷、劇粉、綜藝觀眾會形成不同層面的關注入口。能唱、能演、能直播、能帶動討論，這樣的綜合型藝人，在現在講究成本和效率的影視行業裡，自然會越來越吃香。當然，劉宇寧能走到今天，並不只是靠資源和熱度。他真正讓很多人願意留下來的原因，是他身上那種清醒和溫柔。娛樂圈從來不缺一夜爆紅的人，難的是紅了之後還能不能不飄，能不能繼續把普通觀眾和粉絲放在心上。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為已故粉絲保留座位的故事。2019年，
一位名叫穆雨婷的17歲馬來西亞粉絲因病離世，臨終前留下遺憾，說沒能到現場看劉宇寧的演唱會。劉宇寧得知後，承諾以後每一場個人演唱會都會為他留下22排9號這個座位。從2019年到2026年，整整6年，不管場館大小，這個位置一直被保留着。座位上會放鮮花，會有熒光棒，每年7月29日，工作室也會發布白玫瑰照片紀念。一個承諾堅持6年，這不是隨口說說能做到的。他自費辦康乃馨線上音樂節，也同樣能看出他對粉絲的態度。連續6屆，不收錢，不帶貨，不割韭菜，只是認真唱歌給大家聽。很多藝人開直播，最關心的是數據、打賞和商業轉化，而劉宇寧把這件事做成了每年固定的約定。他說這是送給一路陪伴自己的觀眾的禮物，所以就真的堅持用歌聲回應大家。在綜藝和公開場合裡，劉宇寧也一直保持着很強的分寸感。不管面對前輩、同齡嘉賓還是年輕藝人，他都不會刻意搶風頭，也很少制造衝突博眼球。他知道什麼時候該接梗，什麼時候該退一步，什麼時候該照顧別人的情緒。面對粉絲時，他也不是一味煽動大家衝數據，而是反覆提醒大家先過好自己的生活，好好學習，好好工作，不要為了追星透支時間和金錢，更不要和別家粉絲吵架。一些細節也很能說明問題。鮑魚演唱會時，他看到台下粉絲都在淋雨，自己也不願意單獨打傘避雨，甚至脫掉了昂貴的高定西裝。錄製結束遇到粉絲圍堵，他也不會用粗暴方式驅趕，而是盡量耐心收下信件，回應問候。演唱會現場準備薑茶、坐墊、打車優惠券，這些事看起來不是什麼驚天動地的大動作，卻最能體現他有沒有真的把粉絲當成平等的人看待。更難得的是，爆紅之後的劉宇寧一直很清醒，哪怕現在手握世界杯主題曲、迪士尼合作資源、影視劇和綜藝熱度也都不低，他在採訪裡仍然會說自己只是運氣好一點的網紅，沒有什麼天生的優勢。非科班出身拍戲，他就提前進組訓練，一句一句改東北口音，威亞和打戲也盡量親自上。音樂上沒有專業童子功，他就花錢請老師系統學習，繼續打磨唱功，堅持全開麥，不願意用糊弄的方式面對觀眾。這和一些靠粉圈對立、爭議話題、虐粉套路維持熱度的藝人形成了明顯區別。短時間內製造矛盾確實能換來流量，但這種流量往往不穩定，也容易反噬。劉宇寧這類模式更慢，卻更穩。他靠作品，靠直播，靠音樂，靠長時間積累下來的路人緣，一點點把自己的位置夯實。真誠這件事或許不會立刻變成爆點，但時間久了，觀眾是能感受到的。回頭看劉宇寧的成長線，簡直像一部現實版草根逆襲劇。從丹東老街抱着話筒唱歌的普通人，到如今擁有200多首 OST 的歌手；從被嘲網紅不配演戲，到多部劇集獲得高熱度；從古裝爭議不斷，到開始挑戰刑偵正劇，再到拿下世界杯、迪士尼這樣的國際 IP 音樂合作，他每一步都不是憑空掉下來的。有人說他靠運氣，可運氣只能讓人被看見一次，不能讓人紅這麼久。真正支撐劉宇寧走到現在的，是他在街頭唱了4年的堅持，是轉型初期被嘲時沒有急着回隊，而是繼續拍戲，繼續練習，是他在音樂領域從零開始一點點補課，是他爆紅後仍然沒有把粉絲當工具，也沒有把熱度當成理所當然。清醒、努力、溫柔、能扛事，這些東西疊加在一起，才是他越走越穩的底氣。現在很多網友也開始討論劉宇寧下一步會不會進軍電影大銀幕。支持的人覺得他有穩定的國民度，有很有辨識度的聲線，也有適配不同角色的可能性。古裝俠氣角色他能演，現實題材的基層人物他也在嘗試，再加上本身能唱主題曲，對電影片方來說確實有合作價值。如果遇到合適的劇本，他未必不能在大銀幕上打開新的局面。當然，也有人認為電影和電視劇的表演邏輯不同，劉宇寧現在同時兼顧音樂、劇集和綜藝，節奏已經很滿，與其急着跨界，不如繼續沉澱演技，等一個真正適合他的角色。
這個看法也不是沒有道理，畢竟對現在的劉宇寧來說，穩紮穩打可能比盲目擴張更重要。他過去能走得長，就是因為沒有在每一步都急着證明自己，而是慢慢把能力補上來。無論未來他會不會很快進軍電影圈，至少眼下的劉宇寧已經用自己的方式證明了一件事：一個藝人能不能長紅，真的不只看臉，也不只看一時熱度。外界可以爭論他的古裝顏值，可以調侃他膽子小，也可以質疑他的出身，但只要作品有反饋，音樂有聽眾，綜藝有名場面，做人有口碑，他就依然能站得住。所以這次開始推理巴斯的貓爪開花能火，不只是因為劉宇寧被嚇到的樣子可愛，更因為大家在這個瞬間看到了一個不端着、不裝酷、不怕暴露真實反應的藝人。他可以在舞台上氣場全開，也可以在綜藝裡被嚇到縮成一團，可以唱出走心 OST， 也可以在古風本裡變成炸毛小貓，可以被爭議包圍，也可以靠一步一個腳印把事業繼續往上推。那麼屏幕前的你，是被開始推理吧4裡貓爪開花的劉宇寧圈粉，還是因為他的 OST、他的劇集、他的草根逆襲故事而對他改觀？你覺得36歲的劉宇寧未來有沒有機會真正走上電影大熒幕，在新的賽道裡闖出成績？評論區一起聊聊吧。